爸妈，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为什么你们宁愿信蒋新冕这个养女，也不愿意信我？妈，明明是姐姐利欲熏心，倒卖了蒋家的核心方案，让我们在竞标会上丢尽了脸。现在事情败露，她还想把脏水泼到我头上。哼，我们蒋家可养不起这种吃里扒外的白眼。我为这次竞标连轴转3个月，费尽心血，这次定能拿下竞标，让爸妈还有哥哥都看到我的价值，不再偏心蒋新门。蒋家方案怎么和刘家一模一样？真看不出来，这从乡下来的就是眼皮子浅。吃里扒外啊！蒋醉月，你居然敢把蒋家的核心方案泄露给刘家！蒋家为了这次竞标，投入了全部身家，你这个逆女！你太让妈妈失望了。我没有，爸妈，哥哥，真的不是我没有，不是我。从今天起，你和我和蒋家再无半点关系。姐姐，就算你是蒋家的真千金又如何？我不仅占了你18年的位置，最后赢的还是我。蒋新冕，这次是我输了，可你真以为你就是赢家了吗？没了你，我就是蒋家唯一的女。来人，给我把她丢出去！蒋醉月啊，蒋醉月，你也有今天！你们干什么？我可是蒋家大小姐！新棉啊，新棉，你还真是又蠢又坏，被人当枪使了都不知道。哥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些不都是你教我的吗？张保姆，当然是因为你们都被我儿子耍得团团转，看你们亲姐妹自相残杀，真是比看戏还过瘾。这背景一模一样，我和蒋新墨才是亲姐妹。现在才想通，真是蠢的。当年是我妈把我和她调包扔到了荒郊野外，至于你，蒋星寒，从头到尾不过是我对付蒋醉月的工具而已。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不可能，蒋青川，你看，爸妈不会放过你的。爸妈，他们已经不在了。爸让我告诉你，已经给你找好亲事了，是蒋家的合作方骆氏集团骆总。不可能，爸妈难道不知道他是个二婚的家暴男吗？养你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骆总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不嫁也得嫁。爸妈可是说了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玩死不论。你们姐妹俩斗了一辈子，现在蒋家家产可都是我儿子的了。如果能重来一世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得逞。姐姐，对不起。如果能重来一世，我再也不会被利用。姐姐，你说如果我摔下去，爸妈会相信谁？我这是重生到了竞标入前3天，蒋新明故意跌下楼梯陷害我的时候。上一世我和蒋新年斗得你死我活，最后却都成了蒋清川的垫脚石。临死才知道，她竟然是我的亲妹妹。我重生了。上一世我被蒋清川当枪使，为了讨好他不被蒋家抛弃，做尽了肮脏事，还那样对姐姐。姐姐呢？疼吗？你被蒋清川利用，这么作践自己，到头来只会成为他的弃子。弃子？你
你也重生了。上辈子要不是我在暗中帮他，凭他那点商业天赋根本斗不过你。这辈子我亲手揭穿他。蒋醉月，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催新棉下楼？我的宝贝，你怎么弄成这样？蒋醉月，你是怎么当姐姐的？一回来就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。果然，一切都没有变。蒋醉月，你一回来就针对星棉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怎么使手段，我这辈子只认星棉这一个妹妹。醉月，妈知道你在外面受了18年的苦，可你们都是妈的女儿，就不能好好相处吗？你们问过我一句吗？上来就给我定罪。哼，你的德行我最清楚，早知道你回来会把蒋家搅得鸡犬不宁，当初就不该接你回来。星棉，别怕，说你是怎么摔下去的，哥哥给你做主。蠢货，只要你咬定是蒋醉月干的，他就别想在蒋家翻身。上一世我也被这样围着，而姐姐只有一个人。星棉，我和爸妈都站在你这边，说，到底是谁推了你？是姐姐。爸妈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蒋醉月就是咱们家的祸害，他来了之后，星棉受了多少委屈，这个家都快被他搅散了。原来重来一世，蒋星棉还是会和我站在对立面。也罢，蒋星棉本就备受宠爱，这次重生应该也不会再被蒋清川诓骗，也没必要和我合作。爸妈，星棉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是也是被我们从小宠到大的。醉月，你不该仗着血缘欺负星棉，你先搬出去。是姐姐救了我，我自己不小心踩空摔下去的。怎么可能？星棉，是不是蒋醉月威胁你？你和哥哥说实话，我和爸妈都在，他不敢伤害你。上一世我听了蒋清川的话，陷害姐姐摔下楼梯，爸妈对姐姐更失望了。幸好这辈子还能补救。哥，明明就是我自己摔的，你为什么非逼我对爸妈撒谎？你从一开始就咬定是我品行低劣欺负妹妹，原来哥哥一直不满意爸妈把我找回家。爸妈，既然你们都不欢迎我，那我走就是了。至少在福利院没人会冤枉我。我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快拉住我！等等，你要是走了，爸妈肯定以为是我陷害你。你是不是就想毁我在爸妈心里的形象？星棉，别拦他，他现在就是做戏给你看，让他走，我倒要看看他舍不舍得蒋家的钱。青川，你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？这家谁敢赶走我女儿？醉月，你别怪爸爸妈妈，我们只是还没适应。崇德，你说句话呀！青川在南山的项目交给醉月来做。蒋崇德一向以蒋家利益为主，只是选了个无关紧要的项目补偿我，但对一直将蒋氏视作囊中物的蒋青春来说，就是伤筋动骨。姐姐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出来？是蒋青川指使我做的，重要吗？蒋青川被当成继承人养了20多年，而我对他们来说，本来就没多少感情。还有，豪门只看重利益，不然我们到死，爸妈也没来看我们一眼。从此蒋家和你再无关联。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你不嫁也得嫁！姐，你妹妹还没下来呢，一家人
人齐了再吃。老爷夫人一个人的教养在饭桌上看得最真，大小姐这习惯怕是还没养成。二小姐这守时的观念，哎，不像大少爷，早早的就规矩坐在这儿了。上一世我就奇怪，张金初一个保姆，怎么敢处处数落我和姐姐？原来她是蒋清川的亲妈。新棉一个女孩子，以后又不用和我一样为公司卖命，反正我以后也会养着她，多睡会儿怎么了？还是清川懂事儿，都知道体谅家里，学着照顾妹妹们了。怪不得蒋新棉上一世被蒋清川耍得团团转，长期的心理操控，谁能逃得掉？你敢打我！一个保姆仗着在蒋家有点资历，就敢对主家指指点点，而你身为长兄，不维护妹妹就算了，还跟着帮腔做事，这一巴掌打的就是你。你个女人，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自己哥哥落面子呀？哥哥，张毅怎么能背地里说我坏话，还连累你被打？你要帮我教训他。张仪，一个佣人最重要的是认清本分，管不好自己的舌头，就带着你那些小心思，立刻滚出蒋家。行了，我们蒋家最重门风规矩，言行举止都代表着家族的体面。星川，这一点你多和你妹妹学学。蒋兴眠和蒋醉月最近太反常了，难道是他们发现了什么？肯定是你想多了。你妹妹那个蠢货被我们指使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发现？他越是不安于贾千金的身份，就越会紧握我递出的橄榄枝。哥，我不想被赶出蒋家。最近蒋醉月和爸正在研发新的方案，只要方案泄露，爸肯定会把他赶出蒋家，到时候你就是蒋家唯一的小姐。我知道了，哥哥。蒋家只能有我一个继承人，蒋家也只能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新棉，这资料就在蒋醉月房间的电脑里，你小心点，别让他发现。放心吧，哥，我绝对不会让蒋醉月发现的。姐姐，快把你的方案交出来。行行行，你要什么我都给，怕了你了。新茹，动作轻点，趁蒋醉月还没回来，赶紧拷到 U 盘里。搞定，拿到了。太好了，新棉，这资料就是你留在蒋家的保命符，等把它交给哥哥，谁也别想把你赶出去。星棉，你那边什么动静？我怎么听见有别人？蒋兴棉，你鬼鬼祟祟在我房间干什么？这下蒋清川得提心吊胆一整天了。你这么轻易就把核心资料拿走了，蒋清川那只老狐狸肯定起疑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哥，自从蒋醉月进了这个家门，什么都跟我抢。这裙子明明是给我定制的，凭什么爸妈送给他？我不管，你得帮我抢回来。这家里的一切本就是我的，是你鸠占鹊巢，抢了我的人生。他是有些小聪明，可惜格局太小，只会纠缠于这种扯头花的琐事。真正关乎大局的厉害，他反倒视而不见。从你踏进这个家门起，见面就没有一刻安心过，现在还又争又抢的，我看着都觉得恶心。新棉，先去休息，哥回头给你买更好的。行了，别踩了，人都走远了。给你看个东西，你肯定感兴趣。这里面是蒋清川的亲子鉴定。新棉，怎么了？要不是我，上一世蒋清川根本赢不了你，是我拖你后腿，还连累你一起丢了性命。我宁愿你恨我。我从来没恨过你，你只是害怕失去蒋家的一切。也怪我，上一世只顾着经营公司，没在意过你的感受。我们明明是血脉相连的姐妹，本不该自相残杀。之前斗得你死我活，到头来让一个外人坐享其成。姐姐，这一世谁也别想再让我们变成仇人。这笔账，我们加倍还回去。这就是那份方案。
还好我昨天聪明，故意拿捡衣服那出戏糊弄蒋醉月。哥，你评评理，我当时演的怎么样？行，我们家星棉最聪明了。等明天竞标会，我把这 U 盘透露给刘家，到时候爸就算再认可蒋醉月的能力，也绝不会留他。星棉，等哥把蒋醉月赶走，你就是蒋家名正言顺的千金了。我本来就是蒋家名正言顺的千金，倒是你这个冒牌货，先替自己操心吧。我先看一遍，免得一会儿跟刘总交易的时候出岔子。我早就确认过了，你赶紧把它交给刘总吧，别耽误时间。你不想让我看？怎么？这 U 盘里的内容有问题？怎么可能有问题？这可是我亲手从蒋醉月电脑里拷出来的。有没有问题？我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哥，你看，你居然怀疑我！都怪蒋醉月太狡猾了，哥不是怕他使诈吗？万一计划不从中，又得让你受委屈。蒋清川生性多疑，一定会打开 U 盘确认。你先把真的方案给他，让他放下戒备。到时候我会在竞标会上动手脚，替换文件。蒋清川，你自以为算无一策，可你每一步都在我和姐姐的棋局里，从头到尾，你不过是陷阱里的猎物。哎呀，小蒋总刚回蒋家，就做出这么高利润的新品，果然是蒋总和夫人的基因好。张总说的对，醉月和我爸最近一直在研究新品方案，我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，但肯定能拔得头筹，竞标成功。既然蒋家对方案这么有信心，那我们刘家就拭目以待了。我记得刘氏在这个领域积累不深，这次这么有底气，我倒是挺期待一会儿刘氏的方案。这份方案的内容只有蒋醉月和蒋崇德知道，等竞标会一开始，我看你还怎么笑得出来。上一世蒋清川计谋成功，姐姐不仅丢了公司的管理权，我自己也因盗窃机密多了个被他威胁的把柄。这一世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再发生。本次竞标会正式开始，有请蒋氏集团上台陈述方案。等等，既然蒋总这么自信，不如我刘氏先来抛砖引玉。这个刘信言，以前从不敢跟我们蒋家撕破脸，今天怎么回事？蒋清川，尽管笑吧，我们所有人的压轴大戏正等着你开场呢。等今天过后，那两个贱人，一个会被扫地出门，一个沦为我儿子的走狗，蒋家的家产都是我和我儿子的了。刘总，请。这贱人占了我儿子的位置，还抢了我儿子的风头，更害得我在蒋家只能当个佣人。等我儿子继承蒋家，我一定让他跪着求。那我就多谢蒋总的相让了。张静初这就按耐不住了，看来上一世他也是在这儿给蒋清春当接应。只要 U 盘内容一放出来，蒋醉月立马被赶出蒋家，蒋兴眠也迟早被送去联姻，到时候蒋氏的掌控权就是我的了。怎么回事？刘氏的方案怎么会和蒋家的一模一样？蒋醉月，你竟敢泄露方案！我泄露方案？爸，你都看见了吗？蒋醉月这种白眼狼根本不配留在蒋家。你还是转身好好看看刘氏的方案到底是什么东西吧，爸。蒋清川，前世你处心积虑制造的陷阱，如今落入网的人却成了你自己。够了！这次竞标会，我们蒋家退出。不行，爸，不能就这么走了。蒋醉月，是不是你故意陷害我？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爸，刘氏故意在竞标会曝光，要是我们就这么走，岂不是坐实了这件事的真实性？我们必须趁着大家都在场，检验真假。对，哥哥，你是爸的亲生儿子，不能让你这么被无端诬陷。刘总，
蒋家与你刘氏也有一些商业往来，你到底是何居心要陷害青川？这不关我的事啊！这 U 盘是……既然都不承认，为了蒋家的脸面，也为了证明哥哥的身份，不如我们当面做个亲子鉴定。李院长，麻烦您10分钟之内来京市会馆。我看你就不是想帮我证明身份，是想让我丢尽脸面，看蒋家的笑话吧？哥哥是蒋家血脉，澄清事实是维护蒋家体面的分内之事。你作为蒋家的一份子，难道不愿为家族的清誉作证吗？蒋醉月怎么就揪着不放了？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了？这个贱人，要是毁了青川和我的计划，我定要你好看！这一事我会将上一世的债连本带利一一清算，让你们100倍奉还。蒋醉月，你不就是看不惯我，不满哥哥一直偏袒我，才非要揪着这件事不放，就是为了把哥哥赶出蒋家，独占家产。哥，这个亲子鉴定我们必须做，不能让他得逞。蒋新民这个蠢货，难道看不出来我不想做亲子鉴定吗？也可以不澄清。爸妈，这个亲子鉴定不能做。爸，当场检验亲子关系，不就是怀疑妈对你的感情吗？况且，要是随便一个外人都能让我们这么大动干戈，岂不是成了任由外人愚弄的笑话？大小姐，是哪位要验 DNA？ 大小姐，不知道您找我是有什么事？我看您电话挂得突然，担心出什么事儿，就赶来了。辛苦你了，李院长。我麻烦您来，是为了让你用最快的速度取样，帮我哥和我爸做一次亲子鉴定。对，必须加急为我哥澄清。这也是我的意思。做吧。连李院长都来了，这亲子鉴定要是他来做，真假都是毋庸置疑啊！爸妈，我的名声不重要，本来蒋氏近期股价就刚有所浮动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封锁消息，否则等事情闹大，股价再下跌，我们之前的筹备就都浪费了。要不是我一直阻止，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差点酿成多大的过错？青川说的也有道理，爸妈，这里这么多人，顶多封锁得了一时，等事情传出去，蒋氏的股价照样会下跌。蒋青川，作茧自缚的感觉如何？这只是开始，我会把你现在占有的一切一点点收回。这件事果然是你动的手脚。李院长，开始吧。刘总，要是你这次愿意帮我，等我拿到蒋家的控制权，我愿意给你10%的股份。你当我傻是吧？张口就来，蒋家最后是不是你的都不一定呢。这 U 盘可是你拿出来的，刘氏和蒋家竞争多年，我不会放过这次机会，趁机对刘氏发难。怎么了，哥？你安心鉴定，等结果出来，我看蒋醉月还能说什么？等等，不用查了，是我助理做的手脚，他擅自替换了 U 盘，想给蒋家制造丑闻，好把蒋家挤出招标会。居然真是刘氏诬陷的！我们刚要查验，你怎么突然就知道？我对他有恩，才让他迫切的做错了事。他跟了我10多年，我本来想保住他，但不能让他一错再错。蒋总，我一会儿就亲自把他送到警察局。下次项目，刘氏愿意让出5个点，还望您从轻发落。听刘总这意思，我们蒋家声誉被毁这件事儿就这么大事化了了？小蒋总这是不信我。蒋总，这蒋氏现在可还是你做主的吧？我们2家完全有机会握手言和，深入合作。爸，刘总诚意这么足，还是听哥哥的，不查了。既然刘总这么有诚意，这件事儿也没必要闹大，对我们2家都不好。醉月，别总揪着不放，你哥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怎么可能不是我亲生的？相信我。商场上没有永恒的阵营，现在的局面，蒋氏既能拿到竞标，又能拿到刘氏的让利。从此蒋家和你再无关联。
养你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你不嫁也得嫁。成年人的世界，一切以利益为重。还是兴眠识大体。既然幕后之人已经落网，我们蒋家也不是小气的人，那就不再追究了。还好蒋兴勉是个蠢货，误打误撞帮了我。蒋醉月这次竟敢对我动手，这笔账我定会讨回来。没想到这次让蒋清川逃过一劫，但下次我会让你跪着认服。不管蒋清川再如何针对我和姐姐，起码我还拥有蒋氏商业的继承权。我会一点点改变我和姐姐的命运。陆叶舟，我原本的未婚夫。兴眠，我今天回国，想和你谈一谈婚约的事。差点忘了陆叶舟，以陆家的德行，现在姐姐身份不变，肯定会利用婚约挑拨我和姐姐竞争。我得想办法取消和陆叶舟婚约才行。前世妹妹就因为陆叶舟屡次和我闹别扭，也不知道这一世她还看不看得上这样的货色。上一世我因为害怕被赶出蒋家，把和陆叶舟的婚约当成了救命稻草，做了不少蠢事。叔叔阿姨，我这次回来是想把两家的婚定下来。男人算什么？谁都比不上我姐姐。这一世谁敢挑拨我和姐姐的关系，我就扫清谁，只为姐姐铺路。只可惜蒋清川看着我，还得装出一副喜欢陆叶舟的模样。兴眠和醉月都是蒋家的女儿，婚约这种事讲究你情我愿，一切看兴眠和醉月以及陆家共同的决定。我和兴眠自小一起长大，自然是选兴眠。叶舟，许兴眠是你个人的意识还是陆家的意思？兴眠可是我最疼爱的妹妹，我不想她受委屈。是我个人的意思。如果和我结婚的不是兴眠这婚约，我会求爸妈取消。抱歉，醉月妹妹，虽然你是蒋叔叔的亲女儿，但我不能因为身份门第妥协我的感情。上一世就是因为陆叶舟和蒋清川的挑拨，我才以为姐姐要抢走我的一切，立马和姐姐大闹一场。蒋醉月，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自从你回了蒋家，兴眠受了多少委屈？他处处让着你，你别连脸都不要了，连他未婚夫都抢。从陆叶舟来蒋家，我可一句话都没说过，和他更是一点关系都不想沾上。爸妈，我才是蒋家唯一的真千金，应该是我嫁给陆叶舟才对。凭什么？叶舟的青梅竹马是我，他爱的是我。看来兴眠这一世还是喜欢陆叶舟，我不能让他再被这个渣男欺骗。兴眠，我不嫁。爸妈，我不嫁。胡闹！婚姻大事轮得到你自己做主吗？好了好了，有话好好说不行吗？兴眠，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叶舟的吗？兴眠，你曾经说过要嫁给我的，现在怎么？如果是因为我父母，我可以多和他们说说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绝不会让你在陆家受一点委屈。妈，我当然想嫁，但毕竟姐姐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我配不上叶舟哥哥。姐姐，我演技好吧？连你都被我骗过去了。幸好我聪明，不然又得和陆叶舟纠缠了。你是为了不和我有冲突，才放弃和陆叶舟的感情的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当然不是，姐姐，这一世我已经看清楚了，任何能影响到我们姐妹俩感情的，肯定都是坏东西。再说了，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可多的是。你呀，可惜这次亲子鉴定的计划失败了。姐姐，我们也不知道蒋清川还有什么后手，
万一他被逼急了，事情就超出我们控制了。况且有爸妈多年来的感情在，他根本不会被赶出蒋家的。是，还是我们新棉考虑的周到。姐姐，我好开心啊！计划都没成功，有什么好开心的？开心你摆脱了上一世的命运，没有再背负白眼狼的罪名。开心我们姐妹同心，能做出这么有力的反击。那你还喜欢陆彦舟吗？如果你……新棉，你睡了吗？新棉，你睡了吗？新棉，哥哥刚才怎么听见你和别人说话的声音？哦，我刚才和我朋友打电话呢。哥，你说叶舟哥哥到底会不会选我？当然会选你，你们可是青梅竹马。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蒋家的真千金了。今天陆叶舟犹豫，肯定就是因为蒋醉月偷偷勾引过他。新棉，在哥哥眼里，你才是蒋氏真正的千金，是你和陆叶舟自小定下的婚约，怎么能让他一个从孤儿院出来上不得台面的野种抢走？哥，你说的对，凭什么他一回来什么都是他的？不能让蒋醉月嫁入陆家，必须趁着蒋醉月动手前，让最好控制的蒋心凌和陆叶舟在一起。那你就更应该主动一点。我知道陆叶舟今晚举行回国欢迎会的地方，你到时候……叶舟，你愁的不会是陆家不同意你娶蒋新冕吧？她一个养女也敢高攀陆氏继承人，根本配不上你。你还是趁早放弃说服家里。你们别这么说新棉，这也不是他的错。新棉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情况？往常蒋新冕见到叶舟，可都恨不得粘在他身上。今天这瞧着，怎么像是无视叶舟了？怎么可能？他肯定是欲擒故纵。蒋清川估计找了人观察我，我要是不和陆叶舟接触，就太可疑了。欲擒故纵怎么就不算是勾引了呢？我和新棉相处这么久，我不可能为了身世放弃和他的感情。可是蒋醉月最近风头盛，不一定会愿意联姻。你竟然不相信叶舟的魅力？蒋新棉都能当他这么多年的舔狗，更别说蒋醉月那种孤儿院出身的土妞了。嘘。喂，是蒋大小姐吗？叶舟她喝多了，你能不能来接接她？不好意思，我没空料理无关紧要的人。5分钟。果然是我的错觉，蒋新棉还是条任我拿捏的舔狗。蒋新棉，叶舟将来可是要继承陆氏的，你一个养女，有什么脸缠着叶舟不放？你不怕被赶出蒋家，想嫁给叶舟翻身吗？不是的，别装了，今天你故意制造偶遇，不就是想送货上门吗？嘿，你这不干不净的野种，叶舟碰你一下，你都嫌脏。不管我们再怎么贬低你，下一次你照样会摇着尾巴上赶着纠缠叶舟。蒋新敏，你贱不贱啊？行了，新棉，他们只是和你开玩笑去。
狗叫的这么难听，原来是你这个主人就不是个东西。姐姐，陆叶舟傻在边地的样子真是太解气了，让他把咱姐妹俩当成斗兽戏弄。所以你就站在那任由人骂。若不是我来得及时，你都敢替我打陆家大少了。他想看咱俩争，我就偏要让他们看看，我们不可能再为了任何人反目成仇。我俩闹这么一出，蒋清川肯定能猜到点什么，再加上之前圣标会的事儿，估计过不了多久，他就要对我们下手。以陆叶舟的傲慢，这么丢脸的事，他应该不会传出去。陆叶舟不说，他身边的人未必会守口如瓶，蒋清川就不会自己查吗？可是我做了证据。青年，你休息了吗？青年。哥，你怎么随便进我房间？哦，我就是着急，你没回应，我怕你有什么意外。我刚靠近陆叶舟，就被他身边的人羞辱。不是哥着急，你是蒋家千娇万宠的公主，可自从蒋醉月一回来，你就事事不顺。他夺走了爸妈的平安，现在连你的未婚夫他都要抢走。我不甘心，蒋醉玉抢走我的，我要让他加倍还回去。我确实有两全其有的法子，你想办法让蒋醉月喝下药，我们再找个人毁了他的清白，这样既能让爸妈对他失望，也能杜绝他嫁给陆叶舟的可能。星棉，这个家里，我比谁都想你在蒋家站稳脚跟。哥，这个家里就你对我最好，你放心，等我加入陆家，陆家的资源和影响力以后随你远用。哥，这个家里就你对我最好，你放心，等我加入陆家，陆家的资源和影响力以后随你使用。哥对你好，又不是为了利用你，有这份心就够了。可是我们要怎么动手？放心，我都计划好了，3天后我会以合作的名义和洛风组局。上一世蒋家就是要将我送到洛风的床上，这洛风不仅有暴力倾向，还有特殊癖好。没想到这一世，蒋清川把主意打到了姐姐头上。蒋醉月脾气这么犟，不可能乖乖听话。放心，哥哥会替你安排好的，你只需要听我的，把事情做好。姐姐，这蒋清川手段真是低劣，上一世强迫我，这一次又想给你下药。蒋清川想利用洛风，但洛家可不是吃素的。姐姐，你想怎么做？蒋清秋想把我送给洛风，我又何尝不想借着这次机会，替你收拾这个人渣。姐姐真好，正好我们这次提前知道蒋清川的计划。明天我顺势而为，假装喝下药，你负责收集罪证，将他抓了现行，将计就计，让他自食恶果。洛风，别怕，这次有姐姐在，这一世谁也毁不掉我。今早和洛氏的合作很重要，有你代表蒋家出面，爸也能省心些。那就祝醉月妹妹旗开得胜，拿下合作。爸，怎么了，新棉？听说洛风是个花花公子，风评不好。我去见他有点害怕。不怕，你是蒋家千金，谁敢欺负你？那莲音呢？你们都是我的宝贝女儿，
我才不舍得。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你不嫁也得嫁。不过，按照蒋家的财力，你们姐妹不管谁到哪家都有依仗，包括骆家。其实我一直心存幻想，幻想爸妈上一世逼着我嫁给洛风有苦衷，但现实是，他们眼里只有利益。没回到蒋家的前18年，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一句话：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。一起改变命运。刘总，这是我们蒋家和骆家的合作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刘家对这个合同也很感兴趣，这也是骆少给我们刘家公平竞争的机会。出来一趟，知道了。你们聊，我先去趟卫生间。哥，不是说想办法把蒋醉月灌醉，再趁机下药吗？现在他俩刚见面，我还没来得及动手呢。我已经事前和洛风说过，这次直接用枪，不用药了。蒋清川怎么突然改变计划？不行，姐姐没有防备，根本没办法只身对付洛风，我得赶快去帮姐姐。直接用枪，蒋醉月性子这么犟，伤到洛少怎么办？还是我去下药吧。星棉，你不听哥哥的话了，你莫不是在担心蒋醉月吗？怎么会？我就是怕把事情闹大。是吗？我的好妹妹，你可真是伤透哥哥的心。你干什么？当然是办了。臭婊子，你敢打我！我错了，你不能打我，蒋家还需要刘家的合作。利用家族势力，逼迫残害别人性命是吧？我打的就是你！臭婊子，你给我等着！难道蒋清川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我？蒋清川，放开我！早和蒋飞跃联手了，对吧？你们肯定想不到，我的目标一直都是你。骆少不用客气，往死里玩。新棉，新棉你在哪儿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星棉呢？我记得你们关系没这么好吧？我再问一次，星棉在哪儿？星棉和你这个从福利院长大的贱种有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妹妹，你以什么立场来质问我？告诉我，星棉在哪儿？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她自然是在做能让她快乐的事。星棉，等你找到，洛风早就得手了。星棉，你一定不要出事！救命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！拒绝我？可以。明天骆家就会去求娶你姐姐。你猜，在家族利益面前，你爸会不会毫不犹豫的把你姐姐送出去？毁了蒋新白，
还结婚了蒋醉月和洛氏的合作，蒋崇德肯定对他的2个蠢货女儿失望至极。蒋氏是我的了。按照新棉的性子，不可能，不可能一点动静没有。怎么会一点声音也没有？新棉，新棉，你在哪儿？你敢喊一声，明日你姐姐也会被送到我床上。新棉，你要是出事，姐姐会内疚一辈子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相信姐姐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姐姐，姐姐！你敢动我妹妹？幸好你没事，不然2个贱人也敢耍我！信不信我让洛家一句话，蒋承德就得把你们洗干净了，拱手送上？洛少县，别急着生气，这计划漏洞百出，你难道就没怀疑过蒋清川找你合作的目的吗？有洛家在，谁活腻了敢动我？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！我出项目，蒋清川出你妹妹，公平交易。我看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陷阱。不可能！蒋清川怎么会有胆子坑我？这是蒋清川篡改的合同，利润提到10%，且洛氏需满足一切要求。若不是我们，你猜洛氏会是什么下场？哥，这个家里就你对我最好，你放心，等我嫁入陆家，陆家的资源和影响力以后随你使用。洛风那边想必已经得手，等爸妈亲眼目睹蒋新莲的丑态，必会将他扫地出门。爸妈，你们别生气，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才挑这次和你们说的。清川也是苦了你了，替他隐瞒这么久，没想到这孩子打小乖巧，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？看来我也该教教这不孝女一点规矩了，人都没嫁出去呢，就这么不检点。爸，要不让开！蒋新莲，准备少在爸妈面前身败名裂了吗？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醉月、新棉，你们这是……蒋总、蒋夫人，我和小蒋总一起商议合同细节呢。你们蒋家有小蒋总这样的人才，真是有福气啊！洛少，蒋家肯定不辜负您的信任。这不可能！洛少，我们不是说好你和我签合同吗？他们还好意思说，你把老子害惨了！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哼，你们的好儿子想借着我毁了你们养女蒋新棉的声誉，还趁着我被绊住脚，暗中修改合同条款。蒋家此事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这计划我没和任何人说过，怎么就败露了？青川，再怎么样，新棉也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害他？爸妈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和洛少引荐新棉，没想到他误会了。哥，明明是你和我说，让我好好伺候洛少，我不愿意，你就把我强行关起来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新棉，哥平常对你这么好，怎么会害你呢？不是你，你又怎么会知道新棉会在这个房间出事？要不是洛少心善，新棉真的就被毁了。蒋醉月，我承认我与你竞争洛少的合作，但你也不能空口无凭，这样冤枉我吧？爸，这是我在房间搜出的药，你们可以让人去查查购药记录。随便一瓶药就能往我头上扣帽子了，万一是你提前准备好的呢？少他的废话！这是你篡改过的合同，上面还有你的签名，这你怎么狡辩？爸妈，这要是被他得逞，我们蒋家在整个京师还有脸面立足吗？我还劝过哥哥，可他说拿到洛家这么多钱，洛家也不敢报复。爸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合同的事我真不知道，肯定是我助理没和我说清楚，擅自决定的。对，和我没关系。那就把你助理叫过来问问，他怎么在你签字的情况下擅自主张？洛少，之后的合作，我们也愿意拿出新的诚意。这件事，我们蒋家会给洛家一个交代。爸，若是继续下去，整个京市都知道了，谁还敢和蒋家合作？你哥不过是一时糊涂，
骆家的项目你好好接受，这件事儿到此结束。这次要不是我们提前准备，蒋清秋可能就真的得手了。但就算我们戳穿他，爸妈也根本没打算惩戒他。他毕竟是蒋家的长子，比起你，他在爸妈眼里是亲生的；比起我，他又多了20年的感情，所以爸妈是不会轻易放蒋清川的。况且这件事，洛风为了体面没打算深究，爸为了蒋家的利益也不会把事情闹大，因为蒋清川在所有人眼里都还有价值。价值，所以从始至我没用，才成为爸息事宁人的牺牲品吗？他们都不在乎，姐姐在乎，蒋家不在乎，那是蒋家的错。既然蒋清川眼里只有利益，我们就得想办法让蒋清川失去价值。可是蒋清川在公司已经站稳脚跟，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压过他。那就引他再重创蒋家，再当众揭穿他的身世，将他彻底逼入死路。姐姐，你这次拿到的乘风计划之后，在公司的威望肯定能压蒋清川一头。放心，等我和陆家通通气，这项目就能成了。这俩贱人竟然偷偷接手了新项目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清川。你是说蒋醉月和蒋新棉背着我在接触乘风计划？对，我亲耳听到的。清川，你不能让他俩领先你，不然蒋崇德可就不重视你了。这么重要的事，怎么就让你听见了？难道他们是故意的？你是暴露了，但我可没暴露。我在他们眼里还是张姨。川哥，乘风计划果然有问题，对接的账户全是有问题的。蒋醉月的团队呢？最近有什么动静？我都盯着呢，他最近一直在接触丰瑞的地产。蒋醉月果然在骗我。所以这都是蒋醉月和蒋新棉自导自演的。我就说，怎么突然让我送水果？不过是为了吸引我接触有问题的乘风计划而已。若是我真信了，蒋承德肯定不会再让我接触公司事务了。幸好我多留了一手，让助理随时盯着。还是清川聪明，蒋醉月肯定想不到你已经揭穿他了。他大动干戈的拉我入局，那我就正好趁着明天蒋家和陆家商谈婚约，截胡他准备好的方案，反手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明日陆家门口，我要你安排人开车除掉蒋醉月和蒋新民。现在我做事的筹码可要翻倍了。放心，到时蒋家只剩下我一个，蒋氏的钱不都由我支配吗？敢算计我，那就看你们还有没有命和我争。这椅子怎么少了一个？张姨，妈，张姨是按我吩咐，只给蒋家人设席的。坐个凳子就算蒋家人了。我看哥哥还是多学学生物，免得别人觉得我蒋家穷到凳子都不够。你还不快添个座来？这么坐着算个什么样子？醉月这么神气，怕不是最近接触到什么大项目了？就上次和骆家的项目，这次打算拉上陆家。那不如把方案给我看看，我也能帮帮忙。爸，主要是这项目涉及骆家，你也知道骆少之前和蒋家闹过不愉快，万一项目出了岔子，骆家借题发挥，您还得费心思去斡旋。醉月，把方案给你哥把关把关。知道了吧？那就请哥哥帮我好好看看项目的问题。我先看看，到时候再给你建议。这俩孩子都很优秀，可惜叶州公司还有些事，只能由我们长辈代劳谈谈婚约的事儿。蒋总、蒋夫人，请移步楼上书房。这陆家对蒋家根本就不上心，这么大的事，连陆叶舟都没特意喊回来。这是叶舟的表妹小姨，今天恰好来看我。小姨，帮我们接待客人。都给我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手脚干净些。陆家花钱是让你们来干活，不是让你们学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养女和穷酸货，整日想着攀高枝打秋风。两位妹妹，没想到来了陆家，连佣人都瞧不上你们。陆家人知道，他们的亲戚借着陆家的威风，狗眼看人低吗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我们再怎么说也是蒋家的正派大小姐，不像有的人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表妹，就敢在别人家里作威作福了。蒋家的正派大小姐，你不过是个养女，和蒋家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还有你，
不会以为凭你流浪10几年的野种经验能继承蒋家吧？住手！你们找死！妈，他上来就说我没资格进陆家。我刚才本来念着她是叶舟的表妹，想没计较，但他说我们蒋家是来陆家打秋风的。谁让你这么对陆家的客人的？不是我。既然你只是来送礼的，也该回去了。江总，是我们的错，一会儿我让人备点好茶，我再给你赔罪。你就这么看着蒋家被人服了颜面？我可是对醉月上次说的项目很感兴趣啊，不知道这次陆家有没有机会参与。陆总，方案我已经做好了，您过目。陆总，这次的合同是我和团队一起亲自加班商议的，我也是我们公司最擅长地产领域的，希望能入得了您的眼。蒋总不光是女儿优秀，儿子也是人中龙凤啊！这么短的时间也能拿出方案，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憋着这么大的事儿，都有和陆总谈项目的胆量了。这份合同，地产的造价数据怎么都是错的？蒋家若是拿这份方案来敷衍我，恕陆家无法合作。陆总，这才是我们蒋家的最终方案。我也不知道哥哥竟然没做最新的市场调查，能犯这么低级的数据错误。蒋醉月，你看来这两人竟敢耍我，害我在陆家丢尽脸面，现在还失去蒋祝德的器重。幸好今天已经埋伏好，等彻底除掉两人，蒋祝德也没得选，只能把蒋家交给我。你没认真做方案，为什么要在陆家面前出风头？我没想到，我看本部的公司不适合你，要么你自愿离开京市，从头发展分部，要么自此从基层做起。爸，不怪我，肯定是蒋醉月藏着掖着，我怎么能丢这么大的脸？你盗用我方案的事儿，我还没计较，你倒是先告状。哥哥，要不你还是放弃吧，你这么努力还是比不过姐姐，就别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了。爸妈小心！手术后患者情况稳定，但撞击导致肝损伤，急需肝脏移植。你们都做过配型，蒋清德配型成功，一会儿2次检查我会送来确认单。爸妈，医生说我肝损伤，我不想死。没事，医生都说了，你爸配型上了。爸现在是蒋氏的支柱，万一捐肝落下后遗症，姐姐，哥哥可是爸的亲儿子，爸怎么能不救？蒋幸年怎么会帮我说话？青川，幸棉说的没错，你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这个做父亲应该做的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之后一定好好孝敬您。虽然血型不匹配不影响肝移植，但按照流程，我还是得先确认患者蒋清川的亲属关系。请问蒋清川的亲生父母是否在场？医生，我们就是。你们，我看了报告，你们一个 A 型血，一个 O 型血，不可能生出蒋清川这个 B 型血啊！他不可能是你们的亲生儿子。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啊！不可能搞错，你们的血液检查，医院都有记录，他确确实实是 B 型血。肝移植的事拖不得，你们尽快确认吧。爸妈，我虽然不是你们亲生的，但我和你们生活了20多年的感情，你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我为蒋氏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，你们都看在眼里。我不在乎我的命，我只是怕没法再给你们养老，没法再为蒋氏效力了。青川，妈，在我心里，我早就把自己当成了蒋家人，就算你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也感激你们把我抚养长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不行，爸，你不能捐肝。爸，你不能捐肝。蒋新棉，
你怎么这么冷血？我再怎么说也是你哥哥。爸操持着蒋家，若是因为给你捐肝损伤身体，谁来负责蒋家的损失？是啊，爸。若他是您的亲儿子，还能冒险，但现在大可以等待合适的肝源再手术。不行，我的病根本等不起。哥，你刚不还说把爸当成亲生父亲吗？若是我生病，肯定舍不得让父亲为我伤身的。你好好休养，别多想。蒋家会发动一切力量，给你争取合适的肝源。不要爸，我等不了。张妈，我出车祸了。哎呀，我的青春啊，怎么会成了这副样子？妈，都是那2个贱人害得我出车祸，现在我肝损伤，急需肝移植，你捐肝给我好不好？捐肝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肯定没影响，我可是你亲儿子，还能坑你不成？再说了，就算没影响，你还能不救我吗？我要不是我在蒋家帮衬你，用你佣人的身份，能有现在的好日子过吗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妈肯定救你啊！妈以后还得靠你飞黄腾达呢。现在我从风光无限的蒋家长子，成了身份卑微的养子。看来，要想继续在蒋家立足，就不能让蒋兴萌恢复蒋家亲生女的身份。没想到青川竟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可他是假的，那我亲孩子又在哪儿？难道还和以前的醉月一样，在外边受苦？窦晴肯定想不到，她因为被人蒙蔽而备受冷落委屈的养女，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只可惜妹妹经历太多失望，已经不想再和蒋家产生过多纠葛。亲生女儿或是养女又如何？在这么冷漠的蒋家，这层身份只会将我束缚在涟漪和勾心斗角里。妈，您别伤心，以蒋家现在的影响力，努力找找，肯定能找到的。醉月，你哥哥出了事，你妹没用，爸决定从今天起，让你正式参与蒋氏董事会的工作。姐姐，恭喜你进入蒋氏核心层，现在你在蒋家已经能独当一面了。新年，刚才你怎么没和妈坦白你的身份？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你就再也不用担心会被赶出蒋家，你上一世的执念也就能消解了。有一瞬间我想脱口而出告诉他们，可是我忍住了，因为我想，如果他们的爱只是因为我是不是亲生的，那说明他们真正爱的并不是我。姐姐知道你这一世不想和蒋家有过多的纠葛，是他们的错，他们伤害了你，你也有选择的权利。不怕，只要姐姐还在，这一世我永远都是你的避风港。那我要啃一辈子姐姐喽。醉月，你在新眠房间吗？和陆家的婚字定下来了，让醉月和叶舟联姻。爸，陆家怎么突然就改口了？之前不是还犹豫不定吗？陆家也是刚刚才告知我的，明天陆家会上门确定结婚的事情。前脚蒋清川刚被戳穿身份，我才成了蒋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后脚陆家就上赶着来确定婚约，真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没想到我们醉月一眨眼就要嫁人了。妈，我才刚准备拼拼事业，不想这么早就结婚。妈也舍不得，但陆家能看上你，也是因为你优秀，一样能证明自己。可是，行了，醉月，你知道蒋家和陆家的联姻绝不是儿女情长这么简单。陆家一直卡着蒋家最想要的专利，爸希望你分得清轻重。星棉，你也不要有意见，爸之后再给你物色个不比陆叶舟差的。不行，我要嫁给陆叶舟。和叶舟青梅竹马的是我，凭什么都让给姐姐？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谁也不许再提。青川，你终于痊愈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给你捐的肝源，咱可得好好谢谢人家。还有多亏了张姨主动去照顾你，不然妈更担心了。妈，爸不在家吗？陆家点名要和醉月联姻，醉月和新棉都不愿意，你爸气得去公司了。你先去休息吧，别落下病根。姐姐，要
要不然我主动恢复身份，替你嫁过去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蒋新谋恢复身份。就算你是真的，我也有办法让你变成假的。姐姐，要不然我主动恢复身份，替你嫁过去吧。你喜欢陆叶舟吗？如果为了我的幸福要放弃你的幸福，姐姐甘愿自己承受双倍的痛苦。可是要不是我一直不愿意恢复身份，你才会成为唯一的继承人，要背负蒋家联姻的压力，这本该是我们一起承担的。胡说！我是你姐姐，本就该保护你的自由，你也别多想。我嫁过去不过是多了个婆渣和一个貌合神离的丈夫而已。等我完全掌控蒋氏，就能和陆叶川离婚了。姐姐说的轻松，联姻一向重视体面，怎么可能让她顺利离婚？爸妈为了防止陆家窃取资源，肯定也会在蒋氏边缘化姐姐。姐姐说的对，是我多想了。星棉，别多想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姐姐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陆叶舟，我想要你娶我。你发什么疯？这次又是什么理由？我追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没有一点喜欢我吗？为什么陆家会选择蒋醉月？因为你只是个一无是处的养女，而你的姐姐却是蒋氏唯一的继承人。没有其他可能了吗？叶舟，难道我为你付出的还不够多吗？有，只要你用手帮我把垃圾都捡起来，我就考虑更改联姻对象。现在可……叶舟，我们说的没错吧？叶舟，蒋新面舔狗的本性难改啊！不管我们再怎么贬低你，下一次你照样会摇着尾巴上赶着。说的太对了，天生的贱骨头。还得是叶舟了解自己的舔狗，早就料到他会上门求你。怎么样？我就说他上次是欲擒故纵的，不过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。再忍忍，快了！没想到叶舟你理都没理他一下，直接和他姐姐联姻。陆叶舟，你故意羞辱我，就是为了让他们看笑话是吗？不然你以为叶舟为什么陪你演戏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敢和你姐姐一个真千金抢男人？他不过是比我多一个身份，我对叶舟可是真爱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就是因为这一个身份，注定你我之间云泥之别。我早就受够你这10几年的纠缠，蒋欣梅，你真的很烦。说得好，不是吧？这就受不了了？真晕了。不是吧？这就受不了了？纠缠叶舟的时候脸皮这么厚，叶舟一句话就把他气晕了，就是个贴上门来的便宜货。幸好叶舟要娶的是小蒋总。是啊，蒋星寒和他姐姐简直是两个极端。蒋醉月可就有能力多了，现在进入核心层，说不定能成为叶舟的贤内助啊。不过是个想攀附陆家的女人，再怎么样也只能成为我的踏脚石而已。叶舟，既然你这么瞧不上蒋家，为什么非得和蒋家联姻？蒋家这种暴发户正好能帮我把知星宇项目的窟窿填了。也就这几天了，你们几个记得来参加我的婚礼。那就恭喜叶舟了。陆叶舟，这场婚礼不可能继续下去。陆总，我给您倒茶。叶舟他一会儿就来，不如我们先谈谈。我身份刚曝光，这贱人就敢不把我当回事了。等我拿到蒋氏，一定第一个给陆家教训。这醉月啊，我是越看越喜欢，就想着赶紧把她娶进门，不知道这婚期能不能尽快。之前陆家人可没这热情，现在不仅主动上门，还希望尽快完婚。难道陆家和蒋家联姻是因为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姐姐，我们一起毁了婚约吧。明天你想尽办法，一定要打开家里的电视。爸妈、陆叔叔、唐阿姨，我们一起看看婚礼场地吧。蒋家这种暴发户钱多，正好能帮我把之前星宇项目的窟窿填了。老蒋，这肯定是有心之人故意挑拨我们两家的关系，一道音频而已，不可能是叶舟。原来新棉背着我只身去找陆叶舟了，只是这样真的就能毁掉蒋家和陆家的婚约吗？那就恭喜叶舟了。陆总、陆夫人，是我们蒋家今日无法再接待你们。今日是我们的不对，下次我带着叶舟亲自上门道歉。这是不是你和星棉约好的计划？打电话把你妹妹叫回来。
看爸这个样子，幸棉的计划应该是成功了。爸妈，你们终于想通，不把姐嫁给陆叶舟了吧？压起来！你这是做什么？星棉现在可不是蒋家的亲生女儿了，她之前又那么喜欢陆叶舟，肯定会想办法破坏两家联姻的。之前我们当着星棉的面讨论婚约，她确实有说过不想让醉月嫁过去的话。那我再多劝劝星棉。妈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星棉她深爱陆叶舟，说不定为了她都能伪造亲子鉴定加入陆家。星棉说到底也不是蒋家的后代，说不定也和他偷换孩子的亲生父母一样，喜欢用歪门邪道。我看就得趁着婚期之前，赶紧把星棉嫁出去，彻底断了她的念想。交给我吧，爸，我会给妹妹好好找个丈夫的。做什么？当然是惩罚星棉故意破坏蒋家和陆家的联姻。我这明明就是在帮蒋家，若是婚姻顺利进行，蒋家只会沦为陆家填窟窿的工具。你还是执迷不悟，就算你再喜欢陆叶舟，也不能做出诋毁陆家、破坏婚约的事儿。是啊，星棉，你是不知道刚才我们在陆家人面前有多丢人，想来是我平常太惯着你，你真该好好反省反省。妈，你也不信吗？哼，蒋家白养了你20多年，你不知道感恩就算了，还只会给我们添乱。星棉，不是哥哥说你，我们都是养子，就应该懂事一些。把他关进房间，在两家完婚之前，不准将他放出来。爸，这会不会太严重了？星棉也是好心。行了，青川，你尽快找个人把星棉给嫁出去，省得他心思不正，只会勾引姐姐的男人。醉月，你是蒋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和他注定不是一路人。爸希望你少跟他接触。若是此时忤逆蒋崇德，估计也只会落得同样被关起来的下场。强行加入陆家，到时候就更没办法救出星明了。我知道了，这是不是太过了？星棉打小就没被罚过，要不我和他好好说说，实在不行就把他送出国。你难道忘了他之前对陆一舟是什么样子？你把他也有的是法子溜回来。那之后不论你做什么，都不要再与我说了。果然一切至始至终都没变，不管我是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他们也从没真的爱过我。星棉，别怕，还有姐姐在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又搞砸了。星棉，这和你没关系。不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还是和上一世一样没用，只会给你拖后腿。现在我挑明陆家联姻的目的，他们肯定连体面都不会给。想这么多做什么？谁说我一定会嫁给他？可是你自己都这样了，还有心情关心我？别着急，给姐姐几天时间，到时候我既不用嫁入陆家，你也能被放出来。爸妈，我找到合适的人娶星棉了，你们也认识，对方诚意不小。这门亲事要是能行，蒋家肯定更上一层楼。你这么说，爸倒是好奇是谁了。蒋总，别来无恙。刘总，听说你已经有了未婚妻，总不至于和我们蒋家联姻吧？当然不是我，蒋总，我此次前来是为了找弟媳妇儿的。我不同意，谁不知道他弟弟是个坐过牢的残废，怎么能让这种人糟蹋星棉？小蒋总还是这么直言不讳。我弟弟确实条件有不足，但我愿意拿出刘氏10%的股份作为聘礼。刘总总，这10%的股份，只要蒋星棉与我弟弟完婚，这10%的股份我自会信托到蒋家名下。好，好，没想到我们两家也有成为亲家的一天啊！爸，星棉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随意买卖的工具。翠月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星棉能为蒋家换来这么多的股份，是他的福分，也是他该回报蒋家的。好一个蒋家，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入虎穴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顾忌什么亲情。星宇集团的负责人，就是你在陆家背后搞鬼吧？你是谁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我要你持续做空陆氏的资金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若是你不按照我说的做，等蒋家的资金注入陆家，陆家一旦恢复力气，迎接你的只会是一番剧烈的反击，而我会帮你套牢蒋家、陆家，甚至是刘家的资金。倒是，可这3家联合起来，我可都……你放心，我会让他们自愿抢着把钱送给你。爸，我想清楚了，只有嫁入陆家，才能更好帮助蒋家更进一步。
一会儿不如陆家登门致歉吧。你想清楚就好，比你妹妹懂事多了。蒋醉月怎么这么反常？不过蒋兴明还在我手里，任他也翻不起什么浪来。这一世，我俩犯下最大的错，就是重活一世还会心软。姐姐也不瞒你，其实我自己时常也会觉得，如果不是蒋清川陷害我泄露方案，我在爸妈眼里是不是一辈子都是那个优秀自律的乖孩子？姐姐也会傲慢的想，我是他们的亲女儿，会不会有不一样？可都是一样的，他们会把我们卖给任何一个有钱的男人，只为了一点钱，却不给我们一点尊严。姐姐，你不是说过依附于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命运吗？对，姐姐经常劝你，自己倒是糊涂。星棉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放弃蒋家，放弃过去的一切？我愿意，这里也没什么可留恋的。姐姐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陆伯父、伯母，那天的事还希望你们不要往心里去。那天的事啊，我们早就忘了。陆伯父，我听说最近陆家注资了星宇项目，我和叶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不如我们蒋家也沾沾喜，支持支持星宇项目。好好，蒋家愿意投资就再好不过了。去把我的合同拿来。谢谢陆伯父，待我回去和家父商议后再做决定。爸，我都查过了，陆家能在这项目投这么多钱，这项目肯定值得我们蒋家搏一把。好啊，我们蒋家的前途这是越来越光明了。醉月，这合同的投资权限就交由你来负责了。这可是蒋家全部的资金，这前途我看是一片黑暗才是。蒋清川，我们做个交易吧，我把合同给你，你帮我把星棉放出来，怎么样？你又在使什么诈？算我求你，放过星棉吧。姐姐，别求他，我不用你救我。现在可以开门了吧？谁说我要放人的？合同我要，人我也要关。你别哭了，收拾好，准备明天嫁去刘家。我可是很期待你和一个残废洞房的样子。陆家本就已经陷入赌局，知道蒋家全额投入，肯定又会对星宇计划动心，继续投入。求求你放开我！我用一个秘密和你换。说说，要是有价值，说不定我就能放过你。真的吗？我偷听到蒋清川昨天签下星宇项目，投入了蒋氏所有的资金。青川，老子任劳任怨给你做事，有星宇项目这种好事都不教教我。行了，肯定有你一份。合同权限我打开了，你签字就行。星棉，大喜的日子哭什么？刘家可是个好去处啊！来，笑。他真是个丧门星，连福都想不明白。就你这种货色，能卖这个好价钱不错了。坐过牢的残废和你倒是相配，这就是纠缠我的下人。回来，逆女，真是逆女！江总，公司所有资金投入的星宇项目，刚才全崩盘后被转移资产，蒋家破产了。你说什么？全部资产？怎么会是全部资产？星宇项目崩盘了！蒋清风，你找死！
老东西！蒋家都破产了，还敢打我！你，还好我早就趁机转移了一部分资产，不然还得被你拖累。转移了多少？蒋家养你这么多年，还不快拿出来给蒋家共度难关！实话告诉你，我的亲生母亲就是张毅，当年就是她把我和蒋醉月调换的。为什么？当年要不是我们救你，你早就饿死街头了。你们既然救了我，凭什么只把我当佣人？我不甘心！造孽呀，真是造孽呀！还有，你们嫌弃的养女蒋新棉，其实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当年我是故意引导你们，哈哈哈哈！想到你们只因为我是个儿子，就这么轻易的信了。请问是蒋清川先生吗？您账户下的资产已经被蒋醉月女士实名起诉，要求财产保证冻结，后续还涉嫌财产转移、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。病人之前移植的肝脏部分已经坏死，可能需要进行下一步手术。医生，我们放弃治疗。青川，这也不能怪妈。现在蒋家破产，你的财产被冻结，还面临坐牢，这病不如不看。我知道，妈，我也不想拖累你。妈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当初要不是你贪图富贵，把我换入豪门，我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都是你毁了我。恭喜姐姐，又拿下一个大项目，咱们新月集团都快做到金市第一了。也得多亏你卖力宣传拉投资，现在外面的认可都说了，咱俩的新月集团才是真正的将士。人云亦云，分明是谁强谁就是真的。我倒是觉得，星月只是星月，是我们的家，一个不会再被任何人看不起、赶出去的家。好久没流眼泪了。是啊，已经幸福好久好久了。